这个叫潘多拉魔盒，想玩就要想办法打开它，盖子可以移动一点点，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螺丝钉，让我来拍打试一下。好吧，果然是欠打，拍打几下就开了，里面有一根可以活动的螺丝钉，那盖子这里应该就是磁铁，上面的图纸是答案，我们不需要。先倒出来看一下，它里面有9个不同形状的木块组成，里面有2个骰子，我们用骰子掷出2个颜色，把颜色对应的木块抽掉，用剩余的木块拼成一个正方体。前面拼的过程都挺顺利的，剩最后一块就不对了，所以我们从拼第一块开始就要考虑到后面木块摆放的情况，对空间力和逻辑思维都是一种锻炼。这次剩的还是这块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来试一次。好了，搞定了，我们再来掷一次，这次是白色和橘色2个组合。不得不说，这个潘多拉魔盒的设计真是太巧妙了，无论你去掉哪2块，用剩余的都可以组成一个正方体，而且还可以装进这个盒子里。你们敢来挑战吗？这就是我让孩子放下手机的秘密。魔斗 54T， 它由54个 T 型木块组成，玩法是打乱后再拼回正方体。它一共有6层，每一层的拼法都不一致。下面我用正确的方法给大家拼一遍。3到12岁是智力开发的黄金期，一旦错过将不可逆转。如今的孩子都有一个通病，一有时间就抱着手机不撒手，写作业注意力不集中，听到一点动静就分心。其实专注力并不是天生的，是根据后天训练提高的。经研究发现，那些经常玩益智玩具的孩子通常要比同龄孩子聪明许多。手是孩子的第2大脑，让孩子亲自动手去实践操作，动手能力越强的孩子，大脑就越聪明，反应速度就越快，久而久之，孩子的专注力也会得到提升。关键还能让孩子远离手机。同款益智玩具在视频左下角购买。有些家长看到这些玩具可能会担心孩子玩不了，其实我们都低估了小朋友的研究能力。思维是世界上最奇妙，同时也是最强大的东西。每个人都拥有增强思维能力的潜质。这个魔斗的设计包含了数学逻辑和几何原理，在拼装的过程中，全方位地锻炼孩子的空间力、观察力以及专注力。暑假已经到了，还不快给孩子准备一套？这个就是鲁班所里非常火，而且很有挑战性的魔斗 54T。 它的玩法是将这54个 T 型的小木块拼成一个正方体。这款玩具看着简单，其实大部分人在打乱之后都没能再恢复原状，是一个比较烧脑的积木玩具。今天的视频我就用正确的方法来给大家演示一遍。很多人在玩的时候会凭借自己的感觉去拼，这样会导致空间利用的不合理，最后始终拼不出一个正方体。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的。它一共有6层，我们可以先拼出2层，再以这2层成为一组，直接复制2次。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，也是一条捷径。如果你想增加难度，也可以开发其他玩法，做到每一层都不相同。这款魔斗非常锻炼空间力和记忆力，闲暇的时候拿来玩玩，也有减压的效果。你们觉得这款玩具有难度吗？今天玩王者荣耀看到了一星的新皮肤藤王阁序，让我想起了买回来很久还在家里吃灰的藤王阁积木。今天我们就玩它了。这套积木差不多有2800片，这个数量对我来说算是大工程了，所以迟迟不敢动工。光说明书都有这么厚，我估计今天一天都很难拼好了。话不多说，这就开工吧。我们先按照袋子上的编号给它做好分类。藤王阁是江南3大名楼之一，位于江西省南昌市。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，第一次知道藤王阁是通过中学时期所学的藤王阁序，其中最有名的2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，至今仍印象深刻。刚看到一星新皮肤的时候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这2句诗。作为一星的资深玩家，上个月刚带着一星的赛季皮肤冲上了王者，还抱怨他的皮肤太少了呢，没想到幸福来得这么突然。这款积木不太好拼，从早上9点钟开始拼了差不多8个小时了，才拼了底下这一层，还有这么多呢。Day 2。绿瓦红窗是藤王阁最大的特色，我们先把这些门窗的积木组合好。藤王阁主体建筑高57.5米，主阁按照明3暗7的格式建造。从外观整体上看是3层带回廊的仿宋式建筑，内部实际有7层，分为3个明层、3个暗层以及阁楼，1、3、5层都是明层，有一围大红色走廊围绕着红窗，可以登高远眺，望江赏景。上面这几层进展的比较顺利，还有最后一层。我之所以拼这么久，主要是因为这款积木卡得太紧了，很难装上。
还好我力气大。好的，全部搞定了，拼了有2天的时间，差不多14个小时。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我们来对比一下。从外观来看，这款积木的还原度还是挺高的，不过总感觉缺点什么。假如能让异星出现在滕王阁就好了。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 UP 主神地狱，于是他做了这个 MMD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还挺可爱的。今年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，抽时间一定要去南昌看一下滕王阁。如果背诵全文免门票这个活动还有的话，算了吧，我还是选择买票吧。今天我们来拼装这款非常有趣的维斯积木遥控车。积木我组装过不少，但是像这种还能当遥控车玩的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这是它的说明书，挺厚的一本，还好步骤标的都很清楚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这就开整吧。说明书翻到第1页。先把小零件单独组装出来。这一块大的就是它的电池组块，也就是坦克的发动机了。这款积木拼起来还是挺顺手的，颗粒之间不用太用力就能卡上去，咬合的也十分紧密。6个车轮都已经装好了，这98个小零件就是坦克的履带，把它们连在一起。把2条履带分别安装在车轮上。这一块比较大的就是坦克的炮塔了，炮塔是坦克的核心部件，所有的武器系统全部都集中在炮塔之内。坦克2侧的防御板装上，最后再装上炮塔。好的，非常炫酷的遥控坦克车组装完成了，成品效果要比图片上更霸气，还原度很高。现在我们就让它跑起来吧，启动维斯积木遥控车，让我们一起来比拼。自从家里有了这个盒子以后，孩子再也不玩手机了。想要玩里面的玩具，首先要想办法将盖子打开，把它放到桌面上拍打2下，就可以划开了。这是一个小机关。盒子里有9块积木和2个骰子，它有2个玩法，可以从卡片任意抽1张，将对应的2个积木拿走，也可以选择掷骰子去掉对应颜色的积木。小朋友要做的就是用剩下的7块拼出一个正方体。想要完成拼装，需要在大脑建立完整的立体模型，这对他们的空间想象力有很强锻炼。9块积木的形状符合几何原理，很有讲究，错误的拼搭有几百种。它是一种可玩性很高的益智玩具，玩的过程中不仅可以给小朋友带来乐趣，还可以促进他们的学习和思维发展。如果实在拼不出来，可以偷看卡片背后的答案，每一块积木的方向和位置都要摆正，并且它正确的拼法不止1种，可以尝试探索。这9块积木的设计大有学问，任意掷出2个色块，剩下的积木都能拼出一个立方体。潘多拉积木是一款非常有趣和富有挑战性的益智玩具，作为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准备一盒。自从有了这个盒子，孩子就不要手机了，要玩盒子里的玩具，得先搞定盖子，在桌面上敲打它2下，就能顺利打开。这是个巧妙的小机关。这一叠是它的答案，我们不需要。盒子里藏着9块不同形状的积木，还有2个骰子。它的玩法是掷这2个骰子，出现什么颜色就拿走对应色块。下面就要小朋友来挑战了。用剩下的7块积木拼出一个正方体。要完成这个任务，他们需要在大脑中构建一个完整的立体模型，这对空间想象力的锻炼可不容小觑。这9块积木的设计符合几何原理，错误的拼搭方式有几十种，它是一种极具可玩性的益智玩具。玩的时候，小朋友不仅能感受到乐趣，还能促进脑力和思维发展。实在拼不出来也没关系，可以偷看卡片背后的答案，每块积木的方向和位置都得放对，而且它正确的拼法也不只有1种。这9块积木的设计大有学问，不管你怎么掷骰子，剩下的积木总能拼出一个立方体。潘多拉积木就是这样一款有趣又富有挑战性的益智玩具，它不仅适合孩子，也能让成人找回童心，锻炼大脑。今天是我大侄子的生日，给他买了一套哆啦 A 梦的积木，今天要和他一起拼了。积木的名字叫大雄的家，大概有3900多片，是一个大工程。我来办，因为确实挺重要的。几箱了？2箱了。
哦，这么厚。这一本呢，我看上册，这一本是下册。这个也是客厅吧？这个桌子一切他妈妈和他爸爸都睡这里。这是他的卫生间，对吧？对。干湿分离的。这个房间呢？这个房间是这一边是他们的，这一边是他们做饭的地方，这一边是他们吃饭的地方。好的，那现在你就给大家全部组装起来吧。大熊的家第一层已经组装好了，户型很不错，前后都有院子，上面还有一层是大熊的房间。来看一眼大熊的房间，里面细节很多，有大熊考0分的卷子，还有抽屉时光机，还原度很高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是一款积木藏宝盒，它的玩法是打开这个抽屉取出里面的宝石。这一款比之前玩的饮料机要难一些，是8级难度的。盒子的表面有很多冒出来的积木，都集中在这2个面。这里可以按下去，背面这块透明的积木被顶了出来。再来看看另外几块，这里可以拉出来一点。哦，它是可以按下去的。其他地方好像没有可以移动的了。这里和背面是一体的，它应该是一条杆子通过来的。在我移动的时候可以看到这块灰色的积木挡住了它，要想办法把它移走。它这个地方是可以按下去的。那好，现在我们再来移动这一根。哦，它是可以直接取下来的，它应该就相当于是一把钥匙。那我们就该找钥匙孔了。这个孔的大小刚好合适，只是它里面有积木挡住了洞口。这根杆子可以活动的距离只有洞口的一半，这已经到底了。哦，可以了，里面的积木抽出来了。它下面这层积木和上面不是一体的，可以单独移动。把钥匙插进去，上面这个积木升起来一点，看看能不能打开。还不行，我觉得应该是把钥匙全部放进去，把这一块也顶起来才能打开。现在是这根杆子挡住了钥匙孔，但是它前后都不能移动，好像是上面黄色的积木卡住了它。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的，黄色积木是一个三角形，我把钥匙顶进去，它就会升起来一些，这个时候挡住杆子的就变成了钥匙，把钥匙抽出来，黄色积木就会落下来，重新卡住杆子，所以我只能在拔出钥匙后，黄色积木落下之前拉住杆子，留给我的时间不到0.001秒。我需要找到他们3个之间那种很微妙的感觉。好，拔出来了，但不能完全拔出来，不过钥匙已经够放了。我们继续拔第2根，刚才的过程又要重新上演了。好的，搞定了。抽屉能不能打开呢？非常顺利，没有任何悬念。这就是2颗宝石吗？而且还有1颗稀有的蓝宝石，我要发财了。这个机关盒的整个破解过程可以分为2个部分，把2个杆子拉出来，取出抽屉。在这之前要找到这把钥匙，这上面有3个凹槽，分别被这3块积木卡住，最后再被这个积木锁死。
整个机关下来是环环相扣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我才能顺藤摸瓜取出宝石。今天玩的这个是鲁班立方之谜，玩法是随意掷骰子，然后根据掷出骰子的颜色，拿掉对应颜色的木块，再用剩下的木块拼成一个立方体。这是一款非常考验空间力的玩具，我们这就来试试。前面几块拼得很顺利，难点是最后一块。我们再来试一次。这次剩的是这块。这个鲁班立方之谜的设计非常巧妙，无论你掷出哪两个颜色，用剩下的积木都可以组成一个正方体。好的，可以了。我们再来玩一局。这次是橘色和白色两个组合。这款玩具和经典益智玩具鲁班立方很像，是它的升级玩法。将7块不同形状的组件用最快的时间组成一个7×7×7的完美立方体。它错误的组合有上百种之多，是一款非常考验空间能力的益智玩具。这次差不多了，还有一块。好的，搞定了。这个是鲁班机关盒，想要玩里面的积木，要想办法把盒子打开，只需要放到桌面上敲一下。你能猜出它的机关原理吗？这个卡片是它的答案，把积木都倒出来。它一共有9块不同形状的积木和2颗头子，我们任意掷出2个颜色，黄色和黑色，接着将对应颜色的积木取走，最后用剩下的积木拼出一个正方体。想要拼出立方体，要做到横平竖直，任何一条边都不能冒出来。小朋友只有不断的尝试摸索，找到规律，才能完成拼装。前面的很顺利，最后一块放不下了，再来试试。还是剩下一块。这9块木头看着简单，其实角度和形状大有学问。我们任意掷出2个色块，剩下的积木都可以拼出一个正方体。小朋友经常玩玩，不仅可以锻炼空间力，还能培养他们的专注力。好的，搞定了。最后再将它们装进盒子里。盒子盖上之后，不知道方法是打不开的。前几天收到一位粉丝私信，让我玩这个魔斗，我一看价格，果断就买了回来。一共有54个这种梯形的木块组成，玩法是把它们全部放进这个盒子里，摆成一个正方体。据说它的难度还是挺高的，我觉得20分钟应该差不多。这个盒子最多可以放6层，54除以6等于9，也就是说每层可以放9块。正方形的边长刚好是2个梯形的长度，这样放好之后，另一个边会有重叠的部分，会被顶出来。右下角这样放的话，又会上升到第3层了。我们还是尽量控制在2层之内。第1层已经填满了，看看能不能在第2层找到平面。这里还是不行，再往上放的话就上升到第3层了。重新再来试试。这块这样放的话会有一个空格没法填满，还可以把它立起来。好了，可以了，2层就找到了平面，也就是说剩下的我只需要再按照这个方法摆出来2个就成功了。哎，第1层怎么摆的给忘了。把最后一块放进去。好的，全部搞定了，而且时间还不到。你们觉得这个魔斗的难度怎么样呢？是不是还有比我更好的方法呢？今天我们来挑战游戏王里武藤游戏拼了8年的千年积木。官方公布的难度等级是10星。啊，居然有说明书！我刚才看了这个说明书，它只是介绍了第1步到第2步小部件的组装，至于如何拼出成品，这上面是没有写的。先把它们都剪下来。这些小部件大多都是2两一组，光看形状也是一目了然，说明书有些多余。现在33个零部件全部组装出来了，真正的考验开始了。它的成品是锥形的，一共5个面。我的想法是从顶部开始，4个边确定下来，也就相当于找到了4个斜面的底边了。这是它的4个。
接有些像我们古代木匠常用的榫卯结构，其中很多的组件是不带卡扣的，放上去很松散，需要配合下一块甚至是后面几块才能卡住，有几分鲁班锁的感觉。好了，边上这一圈可以搭起来了，但是这些部件没有连接在一起，里面还需要支撑。这个柱子是一个坑，我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放进去，以为是位置不对，其实它要先反过来斜着进。卡钣就放不上去了，反之一样。对了，可以把它们先扣在一起再放。可以了，还有2块。据说千年积木组装好可以召唤出法老王，还有最后一块眼睛，也是整个积木的核心部分。这款积木还原的还是挺逼真的，难度也可以，就是细节方面做的不是太好。这是清华大学的一道经典智力测试题，玩法是把下面的积木摆出卡片上的形状。下面我们就来挑战一下里面的第70关。首先我们把框里的积木倒出来，要摆出卡片上的形状。我的思路是先摆出上下白色的部分，只需要用4个白色梯形积木。接下来中间部分用4个黑色梯形积木，剩下2侧应该怎么放呢？我们先把黑色放上去的话，很明显剩下的白色积木放进去就会多出来了，和图片不一致。我们换一种方式再试一下，明显还是不对。要怎么把白色积木隐藏起来呢？这就考验孩子平时在家有没有做空间想象力和逆向思维训练。聪明的孩子会细心观察。从这个角度的话，黑色是可以盖住白色的，我们只需要把白色积木调整角度放到底部，然后把黑色积木盖上去，这样白色部分就成功隐藏起来了，因为是对称的。另外一边也同样操作，这样就成功拼好了。这个隐藏积木一共80关，一定要给家里的孩子安排一套。自从家里有了这个盒子以后，孩子再也不玩手机了。想要玩里面的玩具，首先要想办法将盖子打开，把它放到桌面上，拍打2下就可以划开了。这是一个小机关。盒子里有9块积木和2个头子，它有2个玩法，可以从卡片任意抽一张，将对应的2个积木拿走，也可以选择掷骰子去掉对应颜色的积木。小朋友要做的就是用剩下的7块积木拼出一个正方体。想要完成拼装，小朋友需要在大脑建立完整的立体模型，这对他们的空间想象力有很强锻炼。9块积木的形状符合几何原理，很有讲究，错误的拼搭有几百种。它是一种可玩性很高的益智玩具，玩的过程中不仅可以给小朋友带来乐趣，还可以促进他们的学习和思维发展。如果实在拼不出来，可以偷看卡片背后的答案，每一块积木的方向和位置都要摆正，并且它正确的拼法不止一种，可以尝试探索。这9块积木的设计大有学问，任意掷出2个色块，剩下的积木都能拼出一个立方体。这个积木盒不仅是儿童的玩具，也是一种让成人锻炼大脑的好选择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是把这4块积木放进这个盒子里，这是一款非常烧脑的益智玩具，很少有人可以在半个小时内搞定。盒子左下角有一块透明的塑料片，从上面的缝隙是进不去的，只有从这里可以。但是竖着放的话，只能放下3块。积木的形状是不一样的，右边这2块要比左边2块厚一点。2组积木互相搭配，可以组成一个长方体。如果没有塑料片的话，是可以放下去的。这2块薄一点的积木躺平后是可以直接放进去的。哎，还是只能放下3块。如果是这样摆放的话，横着放不进去啊。积木在里面完全不能转身。哇，这根本是无解的吧？不行，我要换个思路。除了这样摆放，还有其他的方式吗？哎，这样也可以，把另外2个也这样组合。现在已经组成了一个全新的长方体，大小也是放得下的，可以往里面装了。先把厚的放进去，再放这一块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再来看看另外2块。哎，这个摆法不行，剩下的2块放不下了。4块积木一共也没有多少组合方式啊，都已经试了还不行啊。
我发现这些积木是可以斜着放进盒子的，把另一块也给它塞进去，同样放倒。这样的话，第3块也可以进去了。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怎么把第3块也放倒，空间根本不够啊！而且最后一块是没有办法再进去了，只能这样放，或者换个方向。哇，这玩具谁发明的？也太难了吧！4块积木平放，大小是足够的，就是上面这一层没有调整的空间了。怎么让这一块躺平呢？哦，我有一个发现，先把这3块积木按照刚才的方法装进去。现在我们把这一块积木调到上面，反过来按住它，然后把旁边的积木移到它下面。这样的话，这块积木就可以落下去了，而且上面这2个空格刚好是可以把这一块移过去的。这不就成了吗？最后一块也放进去。好的，终于搞定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玩具真的太难了，而且上下移动积木这个方法真的很难想到，居然用了这么久啊！这个是隐藏积木，它的规则是用这些黑白积木块摆出卡片上的图形，并且所有的积木都要用上。下面我们来挑战第75关，听说这一关有难度，先把积木都倒出来。黑白积木除了颜色不同，它们的形状和数量都是一样的，4个梯形，4个三角形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把中间黑色的部分摆出来，用上这些大的积木块，2个放到上面，另外2个放到下面。4个角放白色的，同样也是先用大的积木。那剩下的这些小的三角形就给它放到两边，不会这么简单吧？如果这样放的话，很明显是不对的，这里和卡片不一致了。怎么黑色的积木会多出来呢？我们再来调整一下。这样也是不行的，要想办法将这些黑色三角形隐藏起来。再来试试。哎，我想到了一个方法，我们可以将这些三角形斜面朝上放到边上，另外2个也一样，这时候它还是能看到的。最后我们再将剩下的白色积木斜面朝上盖到它们上面，这样露出来的就都是白色了，和卡片上一模一样。你们觉得是这样拼的吗？其实这套隐藏积木一共有80个关卡，难度逐渐递增，每一关都很有意思。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看看视频下方链接。这个是隐藏积木，它的规则是用这些黑白积木块摆出卡片上的图形，并且所有的积木都要用上。下面我们来挑战第75关，听说这一关有难度，先把积木都倒出来。黑白积木除了颜色不同，它们的形状和数量都是一样的，4个梯形，4个三角形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把中间黑色的部分摆出来，用上这些大的积木块，2个放到上面，另外2个放到下面。4个角放白色的，同样也是先用大的积木。那剩下的这些小的三角形就给它放到两边，不会这么简单吧？如果这样放的话，很明显是不对的，这里和卡片不一致了。怎么黑色的积木会多出来呢？我们再来调整一下。这样也是不行的，要想办法将这些黑色三角形隐藏起来。再来试试。哎，我想到了一个方法，我们可以将这些三角形斜面朝上放到边上，另外2个也一样，这时候它还是能看到的。最后我们再将剩下的白色积木斜面朝上盖到它们上面，这样露出来的就都是白色了，和卡片上一模一样。你们觉得是这样拼的吗？其实这套隐藏积木一共有80个关卡，难度逐渐递增，每一关都很有意思。喜欢的小伙伴可以看看视频下方链接。这是一道富有挑战性的智商测试题，使用一套黑白积木，准确地拼出卡片上的图形。下面我们来挑战第75关。首先把所有的积木块倒出来，按照卡片的提示进行拼搭。我们先从黑色的积木开始，4个角放白色积木，这样就搭建起了图形的基本框架。如何合理的摆放白色小积木呢？如果直接这样放置，黑色部分会多出来，与卡片不符。再试一次，还是不行吗？没关系，这正是游戏的设计之妙，它考验着孩子们平时是否进行过逆向思维的训练。在这里，聪明的孩子们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。其实，我们可以试着将黑色积木的方向进行调整，让它的斜面朝上，然后放在两侧。这样，当我们再把白色积木盖上去时，黑色积木就被巧妙地隐藏起来了。这种解题思路同样可以应用于后续的关卡。这款隐藏积木游戏一共有80关，难度逐渐递增，越来越具有挑战性。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准备一套。这个就是小朋友都爱玩的隐藏积木，
它的玩法是用这些黑白积木拼出卡片上的图形。下面我们一起来挑战第77关。第一步，我们先摆出4个角的黑色积木，两边放4块白色的积木，最后把剩下的8块小积木全部放到中间。如果这样放的话，很明显这2个角就和卡片上不一致了，该怎么放呢？这就考验小朋友平时在家有没有做逆向思维训练。聪明的小朋友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。这次我们先把白色积木都用上，4个角放白色小三角，然后用2块大的黑色积木盖住它。下面也一样，看到这里你是不是也学会了？最后4块小三角放进去。这款积木一共有80关，可以培养小朋友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力。这个魔鬼积木54屉，它是由54块相同的 T 型积木组成，要把它们拼成一个立方体很有挑战性。在打乱之后，很多人都没能再恢复原状，是一个比较烧脑的积木玩具。今天的视频我就用正确的方法来给大家演示一遍。很多人在玩的时候会凭借自己的感觉去拼，这样会导致空间利用的不合理，最后始终拼不出一个正方体。其实它是有一定的方法和技巧的。它一共有6层，我们可以先拼出2层，再以这2层成为一组，直接复制2次。这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，也是一条捷径。如果你想增加难度，也可以开发其他玩法，做到每一层都不相同。这款魔斗非常锻炼空间力和记忆力，闲暇的时候拿来玩玩，也有减压的效果。你们觉得这款玩具有难度吗？鲁班球是最有代表性的一款鲁班锁，它一共由12个独立部分组成，组装好之后是一个正圆形的球体。传说春秋时代，鲁班为了测试儿子是否聪明，用6根木条制作了一件可拼可拆的玩具，叫儿子拆开。儿子忙碌了一夜，终于拆开了。这种玩具后人就称作鲁班锁。三国时期，孔明把鲁班的这种发明制成了一种玩具孔明锁，原创为木质结构，外观看是严丝合缝的十字立方体。当然，这些都是传说，鲁班锁的核心还是源于中国古代建筑中首创的榫卯结构，不用钉子和绳子，完全靠自身结构的连接支撑，就像一张纸对折能够立得起来。经过后人的改造，又有了许多新型的鲁班锁，内部构造有所不同，但大多都是一拆难装。剩下2根要先组合在一起，然后再插入球体，这样鲁班球我们就组装完成了。今天我们要玩的就在这个盒子里，想玩就要想办法打开它。盖子可以移动一点点，里面是磁铁的原理，朝底部用力拍打几下，这样就开了。先把所有的积木倒出来，它的玩法就是用骰子投颜色，然后再把相同颜色的木块拿出来，用剩下的积木拼出一个正方体。这是一款非常考验孩子观察力和空间力的益智玩具。玩的过程让孩子认知颜色和几何形状。好了，完成，我们再来玩一次。这次投出的是白色和蓝色组合。这款潘多拉魔盒真是设计得非常巧妙，去掉任意2块，剩下的都可以拼出一个正方体。它的玩法虽然简单，但有时候空间运用的不合理，也很难拼成正方体。小朋友在玩的过程要多尝试摸索，合理的利用空间，这就非常锻炼孩子的观察力和专注力。没有足够的耐心是不行的。空闲时间，父母陪着孩子一起研究一下它的技巧和方法，还是挺有乐趣的。这个就是孔明锁里面的9筒锁，今天我就来演示一遍它是怎么组装的。打散以后，这就是它所有的零件。我们先从这2块大的开始组装。孔明锁的组装有些难度，是比较锻炼智力的。传说孔明锁是三国时代诸葛亮依据八卦原理发明的益智玩具。民间通过榫卯结构，又在标准孔明锁基础上衍生出了其他种类的孔明锁。民间还有别闷棍、6子连方、男人木等叫法，可以说是最古老的益智玩具。孔明锁凹凸部分啮合巧妙，无论是拆还是装，每一步都有讲究。而它不用一钉一铆，完全靠自身结构支撑，竟能如此稳固，也体现了古人不凡的智慧和高超的技艺。在所有木条没有完全装进去之前，它都是很松散的。一旦我们将最后一根也装上，它就会形成一个非常稳固的整体。现在就剩最后2根了，我们先把它们2个组合在一起。
再把它们放进去，这样这个酒桶锁我们就组装完成了。